嗨，我是老板。这集想来聊一个大家都不想要遇到的问题，就是出轨。然后我前几天看新闻啊，7年之痒已经缩时了，现在的外遇高峰是结婚第3年。3年就要出轨了哦，撑不到7年喽，是不是有点恐怖？直接缩短一半哦。对，比一半还少。对，好快啊！那我们想来聊说，感情里面的出轨或劈腿，到底是人的天性一定会这样吗？还是其实2个人的感情是先出问题了，然后才往外找安慰的？出轨这个行为又到底代表了什么？这一集我们都会聊哦，要看完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出轨的最大比例原因，多半调查起来是生理需求问题，就是性这件事无法满足吗？看起来是哦，因为根据统计，出轨大多时候跟性有关，可能是性需求的差异太大啊，或者是什么频率不一致啊。我前几天问一个朋友，他说1周大概3次差不多，然后有另外一个朋友就说，1个月大概3、4次。等一下，我想说，等一下，一个是1个月，一个是1周。那如果这2个人他是一对，他是不是就凑不起来？对啊，有一个比较多，多很多哦。一个是1个月量，一个是1周量，所以到底大家觉得1周可以几次？男小编觉得1周到底要几次才正常？用周算吗？不是用天算？用天？不是用天算？我跟你讲，根据我对男生的了解，男生讲这个话题的时候，通常都要打3折。所以对不对？意思是说他没办法用天算，那他说他那就是3天3天哦，3天就是跟他的1周3次差不多，对吗？2到3次，真的假的？那么少？还是要再打个3折1个礼拜？1个礼拜1次就不知道？你觉得？我1个月1次你觉得1个月1次就可以了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那天好累啊，太累了哦！我知道他是重质不重量。没有，我就觉得很累，很累，都是他约的，然后我就觉得，还是你做太多事了？没有，有，他让你做太多事，你太忙了，叫我在上面哦，这可以播吗？这可以播吗？你太累啦！哦，所以是有点太累。因为是他在，可是我想说他应该也很累吧，因为他工作也很忙啊，我们1个月1次差不多吧。他很少你看，我们刚这样3个人问起来，你看你次数最多，你是1个礼拜要3、4次，一周最少嘛就2次，最少2次啊。然后男生也是说大概2到3次，然后1个月1次。好，你看哦，那如果今天大家对于次数或频率的落差很大的话，就是这个不是很容易需求不满的那个人就会往外找。因为你只能1次，那我想要6次，那现在他剩下那5次，他要去哪弄？自己处理，自己。我觉得因为除了次数上的落差，还有就是有时候没有新鲜感。就是好，你说要几次就几次，可是他就可能很想交作业。对，就是简单做一做嘛，所以就是性生活乏味的意思，或者是很久已经没有亲密的互动了。很多无性夫妻，对不对？就有名无实啊。现在这种夫妻也超级多，所以有些人就会说啊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往外找也没办法，啊，我老婆就不理我，啊，我老公就不碰我之类的。有很多人的原因，出轨的原因是因为这样。我最近也很困扰这个，因为我是有在吃药，所以我就对这个很没有兴趣。然后你就会我也没有性欲。我以前明明就很喜欢，但是我现在就是他可能亲我都会觉得湿湿的好恶心，湿湿的，就是我就不喜欢这种生理接触了。我觉得对这个真的很没有兴趣。然后我一开始以为他没有发现，结果怎么可能？后来就是1年多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其实他发现了，但他好像也没有要跟我讨论的意思。他就默默接受了，他也没有觉得说你现在是干嘛都不让我碰。还是他知道，他就有抱怨1、2句，然后我就转移话题，因为我不知道这要怎么办。那你会不会怕因为这样子他往外找？我现在会了。你会因为录这一集？对，因为录这一集，我没有想到此时此刻吗？我没有想到这个会，我没有联想到这个会出轨啊！他原本没有想到，因为这样会出轨。right now 发现，对。总之，只要有人对性方面不满意，这段关系就很有可能会向外发展，甚至我们有听过那种2个人都一起向外发展，各玩各的嘛，对吧？对。所以其实人并不是突然劈腿，是因为某个需求没有被满足，才开始慢慢的向外发展。可是我觉得我们要先讲清楚哦，性需求没有被满足，不代表出轨就是合理的，这是2件事。我们今天只在探究可能的原因。好，第二个是不是情感需求没有被满足？因为刚刚是生理需求，现在是情感面。很多人出轨来自于情感面的需求没有被满足，可能是情绪上的孤单，或者是婚内失恋，或者是心理上面想要被崇拜啊，想要被肯定啊，想要被理解啊，男生女生都有可能啊。就情感方面、心理上面没有被满足，然后他就向外发展，找人满足他的心灵，这算什么？精神出轨吧？
所以就是他只有精神上，但是呢，通常这种精神上不小心就会发展到床上去，哦因为你心灵对接了的时候，对，很容易就会有别的情感出来，然后就还是睡了，是吧？过那是吧条线就完了。对啊我，觉得主要是因为，假设以男生来讲，可能大部分的男生都是直男居多，所以比较没有办法很满足另一半的情绪价值啊。哦，对你觉得这是对，多我觉得这数状况是？多数结婚之后可能会遇到的状况，或在一起之后可能会遇到的状况，然后可能女生就会觉得长期没有得到那个情绪价值，就会慢慢不爱对方这样子。那你看到他去找到的人就不是直男的意思，不然就如果是可能也是直男，突然出现一个很会给他情绪价值的人，然后他就被抓走了，对心理上心理上被抓走了之后，有可能就睡了，对不对？也有可能对但我觉得心理上被抓走之后比较难回头。嗯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就会跟我原本的分手，因为我会确定只要心灵一出轨，是不是很难回对，来了？因为我会确定我不喜欢这个人，我就会觉得跟他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痛苦。那怎么办？男生，分手还好，只是如果是已经结婚就很麻烦。对因为劈腿好处理，你就切啊。而且是结婚了，怎么办？这块比肉体出轨还难处理，因为精神出轨很难回头，也比较难修补。因为肉体出轨还有可能会说，哦，我只是一时迷惘，可我不爱他。可是精神出轨就是你爱他哦，你爱他就不用讲了啊然。后我那天看到一个国外的律师，他就说男生跟女生出轨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。就是女生如果发现丈夫出轨，她会去问那个男生说：“所以你真的爱你爱他吗？”可是如果是男生发现女生出轨，就会先问他说：“你跟他睡了吗？”哦，对，就男生 care 的男生比是，较在意这件事情，就是你有没有跟他发生关系对。可是女生 care 的是你对他有没有真感情。可是为什么男生是可以有这个？因为你如果跟他睡，表示你就是喜欢他。对啊因为男生觉得女生一定是爱他才会跟他睡，所以有没有睡就可以确定两件事：肉体加精神。对啊，哦，我觉得男生的思维是这样，可是如果女生真的只是跟他睡，没有爱他，男生不信我们问一个问题可以得到两个答案，你们问一个问题只没有啊，能得到但是就一个答案。我的经验，我真的是可以睡完之后，然后没有感情。对啊，对啊，可是男生不信，啊，你们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吗？因为男生觉得女生做不到这件事。对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对，其实是可以的。此时此刻知道了。其实有些女生可以，但是可能很多女生不行，就是没有爱他，没有办法跟他睡。然后男生会觉得大部分的女生是这样的，整个人都没了。对对，所以他会先问这件事。可是女生知道男生可以只睡不爱，所以就会先问：哎呀，那你对他到底有没有爱？因为那才是关键嘛。好，那重点来了，那出轨到底代表什么？代表他很有勇气。很有勇气的跨出了新的篇章，承担后面的法律责任。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想过后面？对，有可能是他完全没想结果，但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在逃避问题。你觉得出轨是在逃避某些问题？对，就逃避彼此之间已经有的问题。哦，你觉得一定是那两个人已经有问题了，可是他不想面对，不愿意正视这件事情。然后用别的方法去安慰自己。对啊，就是很有勇气的跨出那一步。我自己是觉得啦，就是出轨的人，不论他是什么原因，他都是选择了欺骗来面对问题。不管你们有什么问题哦，他就是选择用欺骗嘛。我觉得出轨不是一个意外，我觉得出轨是一种选择。当你跟对方开始聊天互动，然后开始不拿捏界限，开始你觉得可以更进一步，这每一个往前跨步都是一个选择。你随时都有机会让这段感情先停掉，就是划清界限，大家不行，我已婚。可是你选择跟对方越来越靠近，然后继续的联络，然后继续的往不应该做的事情靠近，我觉得那个就是你一次次的选择。你觉得有很多次可以自己拉回来，可他没有，他是选择再进一步，再进一步，再进一步，你最后才会睡在一起。因为要睡在一起没那么快，不是第一天认识就可以。对。我觉得一个人出轨，不论是男是女啦，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男粉丝说，其实现在很多女生也会出轨或劈腿。那我觉得一个人出轨不只是因为他空虚或什么需求没有被满足，他选择用背叛伴侣来面对问题，就是你那个问题为什么不先去解决？你为什么要先做了一件背叛的事情，然后再来说是因为我是怎样怎样？但是新鲜感这种事情怎么解决？一个是讨论我们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个问题，那我们怎么去重新找回新鲜感，要做哪些改变？那一个是你试过了，努力过了，真的不行，那你们搞不好真的要讨论分开的事情。可是出轨一定不会解决这些事情嘛，只会我以前劈腿的时候，我那时候的想法是，如果我没有让你知道，我就是没有伤害你。然后也确实从头到尾他都不知道，所以他都我只要不让你知道，我就没有伤害到你，他就不会觉得受伤。但是你有被他抓到的风险，他有可能会知道。我就是藏得非常的好，因为这个是恋爱比较容易做到这是。一个滚雪球的概念，就是像刚刚
郭老板讲，就是每一次选择你都没有被发现，就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大。那你那时候劈腿是为什么要劈？那时候就是突然有一天去吃饭，就认识了一个很有趣的男生，然后就觉得因为他很有趣，他很有趣，然后就这个就是情绪价值，一拍即合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觉得哇，他每次跟我聊天的时候，他眼睛都在发光，是我当时的男朋友没有的。我当时的男朋友，我打扮的再漂亮，他也不会说一句哇，你今天好漂亮。然后就是没有情绪价值。所以就是一开始你觉得他没有办法满足你，这个就是你们之间存在的问题。他就来得太突然，然后就一直跟我聊天，然后他有一次晚上约我，我就去了。你们是只有一次性，还是有维持一段时间？大概2-3个月这样子。都没有被抓到，对，我觉得女生，那你干嘛不直接分手跟他在一起？因为我觉得我原本的感情经营了很久啊，就是他可是不好玩、不有趣，他不值得我新的那个人不值得我为了他丢下一个我已经可能经营了3-4年的感情。你觉得经营了3-4年不要放，可是你又觉得他很无聊，所以你你不是舍不得他，但他了解我的状况、我的个性什么的，所以是一种习惯，就是一个对，所以你只是寻求一个短暂的开心。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，我就是觉得哇，跟新朋友聊天很快乐，就新鲜感啊，这个就是新鲜感。对。所以我听过一句话是说，短暂的劈腿或出轨，有时候是让婚姻更长久的一个方式。我也觉得，因为它就是一个调味料。这就是刚刚讲那个冷静期啊，彼此放开自己。但如果今天是我的话，我会觉得你冷静归冷静，你干嘛去找别人？对啊，那我好双标。被出轨的那个人肯定是觉得冷静归冷静，你怎么可以顺便出轨？可能是出去花花草草发现还是原本是不是就是不要被抓到，不要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，不要被抓到，重点是不要被知道，就因为你被抓到，其实对另一半一定是很伤。可是我们可以这样教大家吗？没有要教大家，没有，我们只是在聊天。你从外面找，其实可能短暂解决了你个人的问题，可是你们两个之间的问题还是在啊，对，还是在啊，你迟早还是要再面对，还是要再处理一次。其实这个问题不会解决的，除非就像你刚刚讲，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，那我就继续拈花惹草，就可以一直维持我的平淡婚姻，直到被抓到为止，或者是被抓到之后，对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因为对方也舍不得放，然后后来就算了，就呈现一种奇怪的三角关系。这个氛围会很奇怪。就是他也不戳破，因为他也觉得我们在一起都那么久了，然后又有小孩或什么，他就算了，你不要太夸张就好了，然后你有尽责就好了。其实很多婚姻最后会变这样，哇，这样子好没意义。像出轨人还有一种赚到的感觉，出轨人还想说，还不错，这是不是男生向往的婚姻状态啊？我觉得这个有老婆很恐怖，有小三怎样，老婆又不管我，恐怖什么？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问题，但是你有把柄在他手上，总有一天会爆发或者什么事。哦，你觉得女生不可能忍一辈子？对啊，不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辈子。我觉得啦，就是这感觉是一个未爆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真的爆发。所以你就是不会去出轨的人，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麻烦的事，风险真的太大。哦，我们之前有拍过一集，就是专情到底有多难。这里面其实我就有讲到说，很多男生他不劈腿或不出轨，其实不是他不想哦，是他会先思考这个风险，就是会失去你或对这段关系造成的问题跟风险。像这个我们现在男小编想的就是这个，就是你会先想，不是这个要是吃下去，我要面对后面的一连串问题，代价太大。对，就是代价太大的时候，他会觉得那先不用。什么叫代价太大？就是你会失去他。对对对，那什么叫做我承担得起？就是说，就我不怕那个代价，就会出轨。例如你不怕他走，走就走嘛，走就走，或者是他一定不会走，他一定骂一骂念念，然后不会走。这两种女生就会让你觉得，可以哦，可以，对吧？我那一集就是讲这个部分，这个就是风险管理啊。女生也会有这样的想法，会不会？会。对啊，就是如果你觉得他不会知道，或者是就算他知道，他不要分手嘛。哦，不怕他就是100%觉得他不会知道。你觉得他就是绝对不会知道？我的另一半都是很给我自由的人，然后我也是给别人很大自由的人，所以我基本上这件事情就很好处理啦。对啊，这是我小时候的事，我现在不会了。对，大家不要骂他，这个一定要剪进去哦。要这么真心告白，我们才能听到其实很多关系里面是怎样的。我想问大家，你有被出轨过吗？有没有什么惨痛的经验？还是你有没有听过什么最奇怪的出轨原因或案例？然后你觉得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下的婚姻最容易出轨啊？大家来聊一下吧。然后本集可以推荐这2个会议影片，终于要聊性话题，如何面对自己的性需求。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个出轨很大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性需求没有被满足。那我觉得你要先正视自己的性需求，你才能去跟对方沟通。所以这2集会员可以看一下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